我觉得成了既冥界互送，它不是一个说男女一开始就互相喜欢的一种形态。澹台烬到苍九明最多的情感还是萦绕在黎苏苏身上，就叶惜雾身上。在澹台烬至死时期，叶惜雾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无恶不作、仗势欺人，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。因为他去人间篇之前，澹台烬是灭了他一整个师门嘛，对他来说，他就是一个仇人一样的存在。但是呢，他又知道他有多可怕，所以他刚去人间篇的时候，对他是又怕又恨的。自从某一天开始，他发现有一些微妙的变化。这里边还是有一丝的微妙。我觉得黎苏苏对澹台烬的改观是从一些梦境中看到了澹台烬的过去。他在小时候其实挺痛苦，然后他也很惨。他们两人之间就会有一些非常微妙的一些气场的交流，他会觉得这个女人开始变得有一些琢磨不透。在相处的一段日子，其实澹台烬这个人应该很早就已经在叶惜雾的心里埋下了种子了，只是他自己都没有发觉，就是又爱他，又恨他，又想让他死，又舍不得他。在他自己都没有发觉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爱上他了。那个《不夜红颂》里面出现那个香酒，我觉得它是一个神来之笔，把这个戏的典籍，一个这段戏就是把所有人的周遭命运讲得很清楚。在般若浮生这一趴，我感觉整个的对于情感的刻画都非常的深入人心。在中间经历了般若浮生那一个梦境。明夜，你说话呀！明夜，你在梦境中相爱相杀，你经历了一世。从那个梦境出来了以后，其实那个时候叶惜雾对澹台烬的感情就发生了改变。这就是两个主人公在般若浮生这个副本之后，在情感上他们有了一个巨大的觉悟和启发。时空的转变，交集里把两个人的情感重新再调整出来。叶惜雾为了让他不成为魔神，抽走了他的邪骨。他与黎苏苏再在仙门中重逢之后，他就变成了苍九明。命运又把他们推向了一个不可选择的悲壮的命运。澹台烬在最后的善魔时期，他还是相信爱情。他跟澹台烬之间的关系，好像是一种羁绊，就是我不能爱上这个人，但是我注定会爱上这个人，但是他们俩人注定不会有好结，注定不会有好结。他们走到最终的时候，既没有渐行渐远，也没有对彼此恨之入骨，反而恰恰是最爱彼此的时候。对于澹台烬来说，爱情就是他生命当中的那束光，是因为他认识，不是其他人。他的一切都是以澹台烬开始的，包括是以澹台烬结束。